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2017年，一部西班牙神作《看不见的客人》横扫院线，之前在某瓣 Top 250高居第67位。导演奥利奥·保罗将剧作上的巧合和人性的叵测玩弄到极致。今天，保罗带着他的新作卷土重来，那就是高分烧脑悬疑剧《无罪之证》。无罪之罪。关前提示：本剧有好几个案件相互穿插纠缠，存在大量前后呼应的细节，请大家耐心细心观看，不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。因为随着剧情的逐渐深入，站在不同角色的视角，你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真相。我们的男主小白是一名法律系在读大学生，某天受哥哥大白的邀约来夜店 happy， 酒也喝了，地也蹦了。小白掐指一算，宿舍要关门了，赶紧穿上衣服往外走，却和一个陌生女人阿珍王法绿豆对上了眼，鬼使神差的又回到了夜店，却没注意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俩。这个男人叫阿强，和阿珍关系暧昧。阿强找到大白，想让他劝自己的弟弟知难而退，可大白也是个暴脾气，根本不肯退让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双方带着手下去夜店外边拉开架势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小白和阿珍本想去劝架，没想到被人推进人群，随着当事人闯入战局，场面瞬间从你瞅啥升级为试试就试试，两随机捉对厮杀。小白也和一个叫阿伟的小伙扭打在了一起。好听吗？好听就是好头。接了小白的排山倒海，阿伟死了，没错，就是这么快。小白被捉拿归案，阿伟的父母也立刻赶到现场，抱着儿子冰冷的尸体失声痛哭。哎，不对啊，怎么又是你杀了他的儿子？最终，小白因过失杀人罪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。殊不知，这只是他惨痛人生的起点。这4年间，哥哥已经娶妻生子，但父母也因车祸去世，似乎世界都在往前走，只有他被时间遗忘了。为了应对欲罢牢头的欺凌，小白用举铁锤炼肉体，用学习麻痹神经，终于熬到了刑满释放的一天。出狱后，小白在哥哥大白的律所做助理。某天在挑案子的时候，意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——阿莲。这个阿莲是谁呢？服刑期间，小白为了参加父母的葬礼，申请到了一天保释。当晚在酒吧，他就偶遇了命中注定的女人阿莲。两人仿佛久别重逢的老友般相谈甚欢，还安排好了第2天的游玩计划。可小白第2天就回监狱服刑去了。原以为这段姻缘将就此不了了之，没想到月老的红绳打的是死扣，时隔几年又把他俩拉到了一起。小白故意瞒了自己的前科，和阿莲再续前缘。工作之余见缝插针，频繁求得起义，关系日渐亲密，终于搬到了一起。哥哥大白的律所蒸蒸日上，小白也从助理升级为合伙人，真正做到了家庭事业双丰收。殊不知幸福是短暂的。一个平平无奇的早晨，哥哥在上班途中突发脑溢血身亡，留下了嫂子和2个孩子。在哥哥的葬礼上，小白深感只有接受真实的自己，才能继续前行。于是向阿莲开诚布公，坦白自己曾失手杀过人。没想到阿莲毫不在意。4年后，阿莲怀孕了，夫妻俩喜出望外，但生活总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，冷不丁给你来一棒子。小白居然在医院里偶遇了自己当年失手所杀之人阿伟的父亲伟爹。伟爹刚好就是这家医院的医生。一瞬间，恐惧与自责卷土重来，负罪感抑制如复古之躯，只是被小白刻意忽视了。2个月后，小白和阿莲开始张罗买房。正所谓留金子留银子，不如给孩子留房子。站在未来的婚房里，小白感到生活一片光明，然后这道光突然就绿了。万万没想到，阿强和阿珍就住在对面。当初就是因为这俩人，让小白吃了4年牢饭。看样子这俩人已经结婚了，日子过得还挺美。晚上回到家，阿莲告诉小白自己要去柏林出公差。小白趁机将阿强住对门的事告诉了阿莲。阿莲表示房子千万不行咱就换，但小白就相中了那套。这房子离嫂子家很近，2家住的近点，互相都有个照应。正在这时，小白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有个女人约他去老地方见面。小白偷偷回复，生怕阿莲看见，莫不是小白外面有人了。第2天一早，小白送阿莲去机场，然后拐去了美术馆赴约。此时小白还没注意到，有一双眼睛正在暗中窥探着他。小白的约会对象不是别人，竟是死者阿伟的母亲，伟爹的老婆伟妈。原来这些年，小白和伟妈一直保持着联络，出狱后更是每周都见1次面。哥哥去世以后，小白理所当然的接管了律所。会议中，他突然收到了妻子的短信，里面却只有一张陌生男子的自拍。小白有点蒙圈，追问妻子照片里的男人是谁，但阿莲没有回复，而是突然下线了。这下小白更懵了，联想起最近妻子的异常，打电话的时候总躲着自己，和医生窃窃私语，连洗澡都锁门了，是越想越害怕，仿佛听到雨滴落在青草地。会议刚结束，他就给阿莲打电话，但无人接听。小白只好从阿莲的公司那里得到了酒店的电话，却从前台处得知阿莲根本就没有入住酒店。这下小白内心的不安更加强烈。没过多久，阿莲再次发来消息，这回是一段短视频，依次出现了妻子的高跟鞋、裙子和一顶金色假发。酒店2507号房间的镜面门牌反射出了拍摄者的相貌，正是刚刚照片中的陌生男子。
还没等小白反应过来，那边又发来了第3条信息。这次厉害了，视频里的阿莲戴着刚刚的金色假发，只穿一套内衣，正陷入了深深的沉睡。而拍照的男子更是脱得精光，差一点点，我这视频就过不了审了。看他这么爱遛鸟，我们就叫他鸟哥吧。小白赶紧打过去，这回居然接通了。电话那头传来鸟哥低沉的声音。鸟哥挂断电话，只留小白独自在风中凌乱。刚好扫到不远处的汽车，小白早就发现这辆车在跟踪自己，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。看来对方并不想杀他，这发空枪算是对小白的最后警告。然而面对警方的询问，小白却故意隐瞒了真相。小白委托私家侦探短发姐一边寻找阿莲，一边查明秃噜强的身份。短发姐查遍了全柏林所有的酒店，都没有查到阿莲的登记记录，说明她根本不在柏林。阿莲的手机关机，无法跟踪定位，小白只好转而求助伟妈。在命运和编剧的安排下，伟妈刚好就在银行工作，有权限查询阿莲的信用卡记录。伟妈提醒小白，阿莲这个人很诡异，得多留个心眼。当晚，小白帮出门约会的嫂子看孩子，再次接到了阿莲的电话。听到阿莲的声音，小白总算松了口气。当小白提议坐明天的飞机去见她时，他又百般推辞。而此时此刻，阿莲正坐在酒店的床上，身边是成堆的现金。鸟哥推门而入，表示他的搭档刚打了电话，一切都准备就绪。看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出轨，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。短发姐的调查有了初步进展，跟踪小白的那辆车是在机场租来的，租车人名叫赛泽，有个犯罪前科。小白从没听过这个名字，可一看照片，这个赛泽不就是鸟哥吗？深夜，伟妈等伟爹睡着以后，给小白打了电话。他查到阿莲那天早晨取走了5万现金，那是他和小白的全部积蓄。后来他在机场打了一辆出租车，看来阿莲压根就没上飞机，此刻还在城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白正好撞见约会归来的嫂子，他看着墙上大白的照片，顿时泣不成声。其实不只是小白，嫂子也一样走不出回忆。正在这时，小白接到了鸟哥的电话，鸟哥说30秒以后门铃就会响起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小白都必须保密，否则他就把阿莲的舌头割下来。此刻，鸟哥就在街对面的车里，小白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门外到底是谁？这一切背后有什么阴谋？无罪之罪的第1集就此落下了帷幕。我觉得有必要复盘一下人物关系，省了你们一会儿忘了。男主叫小白，如今是一家律所的老板，他的父母因车祸去世，哥哥也因病去世，只留下了嫂子和2孩子。小白年轻时误杀了阿伟，之后因为内疚，就给阿伟的妈妈伟妈装儿子。阿伟的爸爸伟爹是一家医院的医生。小白如今的另一半叫阿莲，他疑似出轨了一个叫鸟哥的男人。小白就让私家侦探短发姐帮忙调查。欲知小白的故事后续如何，咱们暂且按下不表，让我们跟随女主角金姐的脚步，从另一个角度揭开真相的面纱。金姐的父亲是一名警察，在她7岁那年饮弹自尽，金姐就被母亲送去了天主教学校，在修女的照料下长大。为了证明自己比父亲更加优秀，金姐在男友的鼓励下勤学苦练，终于也加入了警察队伍。正当她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时候，一件突如其来的意外将她打回原形。金姐怀孕了，她没有信心当一个好妈妈，害怕重蹈父亲的覆辙，就向男友隐瞒了怀孕的事实，偷偷流产，并和男友分手了。为了压抑内心的孤独和软弱，金姐也和小白一样，用学习和锻炼转移注意力，枪法和刑侦技术一日千里，成为了部门里最年轻的凶案警探。直到一件案子突然闯进金姐的生活，粗暴地改变了她的一生。案件发生在一家天主教学校，有一名教师坠楼身亡，死亡时间在凌晨1点到2点之间，现场没有任何暴力痕迹，初步判断是自杀。这间学校的校长正是抚养她长大的修女，死者名叫玛利亚，是这家天主教学校的老师，人如其名，平日里就像个圣母，待人和善，信仰虔诚。来这之前当了15年的隐居修女。本案的唯一目击者是一个女学生。案发当晚凌晨1、2点的时候，她和一个男同学同门去小屋里求得其意。晚上正打算回房睡觉，突然听到了女人的脚步声。可惜当时光线昏暗，她没看清女人的相貌。金姐很快发现了滑点，玛利亚的遗物里有半张照片，照片里的女子花枝招展，背面则写着3个大字：原谅我。根据自己比对和墨迹分析，照片上的字是玛利亚在几年前写的。找到照片里的女人，或许就能查出玛利亚自杀的原因。没想到这一查吓一跳，照片里的人还没找到，连玛利亚也查无此人。她的名字是假的，身份是假的。这时会有人要问了，兄弟难道没确认过玛利亚的背景关系吗？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玛利亚坠楼时是脸先着地，整张脸愣是摔成了毕加索风格，根本无法通过相貌确认身份。不过法医也不是全无收获，玛利亚的小腹处纹着阿尼拔3个大字，得亏不是汉尼拔，不然这一屋子的人够呛他吃的。金姐懵了，一个修女身上怎么会有纹身呢？不只是纹身，法医还从尸体里掏出了2头硅胶。
玛利亚显然不是修女，而是为了躲避某人，假扮修女，隐藏在天主教学校里。金姐根据归教的编号查到了一家整形医院，可对方表示这类假体有年头了，但很可能丢失，又用病人隐私为借口，要求金姐出示法院的授权令。总之就是百般阻挠。可金姐是个暴脾气，你不让我查，我就非要查到底。她调出了最近15天由玛利亚接打的电话，委托修女从中挑选出与学校无关的陌生号码，然后就立刻返回案发现场。金姐发现玛利亚的房间里少了一个棉质枕套，没准是被凶手带走了。法医果然在玛利亚的呼吸道里找到了棉质纤维，说明她可能不是自杀，而是先被人活活捂死，再从楼上推下，制造成自杀的假象。法医还费了9牛2虎之力修复了玛利亚的面部，这下他们总算见到了玛利亚的真面目。除此之外，金姐还在马桶里发现了一个纸团，经过专家还原，纸团里是一串手机号。金姐顺藤摸瓜找到了手机号的主人炮哥。据炮哥说，当晚他在酒吧结识了玛利亚，两人相约去酒店下象棋。晚上他开车把玛利亚送到了天主教学校附近。临走前，炮哥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来个回头炮啥的。也就是金姐发现了那个纸团。通过比对当晚的监控录像，炮哥的证词基本属实，暂时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金姐的同事发现监控里有个蒙面人一路尾随玛利亚进入学校，直到2点10分才再次出现在监控里，而此时玛利亚已经死亡。结合以上线索，我们终于还原出案件全貌。案发当晚，玛利亚匆忙回了学校，女学生听到的脚步声就是下棋归来的玛利亚。回到房间后，玛利亚按照惯例卸妆，做好事先祷告的准备，刚想将炮哥的号码冲走，就听见门口有动静，门居然是敞开的。她关上门，突然发现床上多了半张照片，冷不丁被蒙面人从背后控制住。蒙面人一直询问玛利亚同一个问题：她在哪里？这个她也许就是照片里的女子。见玛利亚不肯说，蒙面人就用枕头捂住她的口鼻，试图用酷刑逼着就范。到底有什么秘密值得玛利亚用生命去守护？一躲就是10几年，咱们暂且不得而知。监控显示，蒙面人在垃圾桶旁摘下手套，扶着路边一辆车吐了一阵，那辆车上肯定有他的指纹。警方根据车牌找到了那辆车，成功提取到蒙面人的指纹。根据指纹显示，蒙面人没有任何前科，无法通过指纹确认他的身份。金姐的一系列行动惊动了特殊犯罪科，就是他们在阻挠金姐的调查。科长派西叔和小胡子暗中跟踪金姐，二人来到法医实验室，要求对方交出玛利亚的尸体，本案将由他们全权接管。还仔细检查了玛利亚的随身物品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与此同时，兄弟也查到案发2天前，玛利亚曾和一个陌生号码通过话。金姐找到了号码所属地址，按响了命运的门铃，可半天都没人应门。第2集也讲完了，大家可以把闭环打到公屏上。面对金姐的询问，小白和嫂子表示没见过照片上的秋菊，也根本不认识什么玛利亚，更别提给她打电话了。可2天前确实有人用嫂子家的座机给玛利亚打过电话，通话持续了6分钟，可以排除孩子打错电话的可能。那么唯一有可能给玛利亚打电话的，就只有孩子们的家教。金姐只好将调查方向调转到家教身上。好，金姐的故事咱们一放，继续回看男主小白。金姐刚走，小白就再次接到了鸟哥的电话。鸟哥警告小白不要再联系阿莲，说完就打算离开。小白非但没拦住鸟哥，还惊动了住在附近的阿强。得知小白要买对面的房子，阿强人都傻了，还以为小白是来寻仇的，赶紧通过警局里的熟人找到金姐，将小白过失杀人的前科都抖了出来。他说小白是个撒谎成性的杀人犯。金姐刚走，他就追着一辆车跑。阿强通过警方熟人调查了车牌号，发现和先前撞伤小白的是同一辆。目击者称，当时有个秃头下车，拿枪指着小白，但小白对警方隐瞒了此事，所以他的话一个字儿都不能信。似乎是为了印证阿强的指控，家教的证词也表明小白在撒谎。和玛利亚通话那天，他翘班复习期末考试去了，所有同学和老师都能作证。为了保住家教的工作，他和小白创造一切，让小白带他照顾孩子们。难道电话真是小白打的吗？金姐派卷毛从小白服刑的监狱调取他的指纹，和机车上发现的蒙面人指纹进行比对，如果指纹一样，就算中奖。除此之外，卷毛在调查中也发现，小白出狱以后，一直和阿伟的母亲伟妈保持着联系，或许伟妈能提供一些线索。另一边，小白也没放弃寻找真相。私家侦探短发姐根据阿莲付的车费，算出了机场和酒店之间的距离，从而锁定了10几家酒店，又通过2507的房间号筛选出了其中的8家。可经过逐一询问，都没有叫鸟哥或者阿莲的人订房。短发姐猜测订房的人是秃头强，所以接下来的调查重点就是确认秃头强的身份。说着，他打开了阿莲的电脑。种种迹象表明，阿莲对小白有所隐瞒，他最近的活动或许能对调查有所帮助。果不其然，短发姐发现阿莲搜索过一个退休警察的名字，看过他的照片，小白大惊失色。没错，这个退休警察正是那天开车撞他的秃头强。小白一时难以接受，去厕所洗把脸冷静一下，突然发现镜子上缺了颗螺丝。再联系出差前一晚阿莲洗澡锁门的异常举动，这面镜子背后或许藏着什么秘密。
小白卸下镜子，墙壁上赫然出现一个窟窿，里面居然有一把手枪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二次元入口呢。正当小白和短发姐为这把枪的来历争论不休时，门铃响了。门外的人又是金姐。不久前，她对伟妈和伟爹展开问询。伟妈表示自己已经原谅了小白，把他当亲儿子看待。但伟爹却嗤之以鼻，听了小白再次深陷命案。伟爹表示，他早就看出小白是个擅长蛊惑人心的杀人魔。我表示非常赞同，你看他在看不见的客人里装得多无辜啊！小白刚进监狱那会儿，还祈求老两口的原谅，各种道歉，各种哭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在监狱的室友大壮就离奇死亡，脖子都被人拧断了。尽管监狱方认定是意外，但伟爹笃信人就是小白杀的，不信可以去问他的狱友们。金姐找到小白在监狱的一个室友，得知小白刚入狱那会儿就经常被大壮欺负，但他并没有屈服，而是偷摸锻炼举铁。小白秃了也变强了。当晚，狱友看到大壮离开了牢房，随后在不远处爆发出一阵怒吼，紧接着是重物坠地的声音。向外看去，大壮已经倒在了血泊中，而小白就藏在楼梯旁的阴影里。真相只有一个，是小白把大壮推下了楼梯。不仅如此，狱友居然还认识玛利亚。监狱里的所有人都认识她，因为玛利亚的男友阿尼拔曾经被判罚6个月监禁，恰巧就关在这里。没准小白就是在这里认识了玛利亚。难怪玛利亚身上会有阿尼拔这个名字的纹身。阿尼拔是一家退伍俱乐部的老板，也是个重要角色。为了方便我念，也方便你们记，就叫他托老板好了。金姐找到小白，将所有线索和盘托出，却被短发姐粗暴地赶走了。金姐吃了闭门羹，只好先拿着证据向上司汇报。如今万事俱备，真相近在眼前，只要等指纹鉴定结果出来，就能证明小白是不是杀害玛利亚的蒙面人。上司却叹了口气，特殊犯罪科的科长灭绝师太亲自打来电话，警告他们不要插手。此时，玛利亚的尸体已经被送上了飞机。灭绝师太亲临现场，再三叮嘱西叔和小胡子，务必赶在所有人之前拿到玛利亚藏匿的录像带。看来就是这卷录像带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。小猫查到短发姐曾因为黑客行为被指控，却在大白的帮助下脱罪。短发姐通过在警方的信任查出举报小白的人就是阿强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小白心头，立即驾车赶到了阿强家门口，正好遇到了阿强和阿珍。小白愤然离去，阿强则悄悄收起被小白摔在地上的水瓶，这上头可有小白的指纹，阿强肯定没憋什么好屁。另一边，伟烈正看着阿伟的录像，暗自神伤。当然就是他怂恿儿子去酒吧参加毕业酒会，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，更别提小白这个罪魁祸首了。与此同时，西叔和小胡子找到修女，表示本案由他们接手，希望修女交出玛利亚的所有遗物。其中有一个信封，玛利亚称它为生命的保障，里面是一把银行保险柜的钥匙。午夜时分，本该是万籁俱寂，却有无伙人无法入眠。伟爹看着阿伟的照片，泪流满面，掏出手枪打算引弹自尽，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扣下扳机。西叔和小胡子在银行主管的带领下，用玛利亚的钥匙打开了保险柜，可没想到里面还有一道锁。阿强深夜造访金姐，他通过警局的线人得知金姐在找小白的指纹，便送来了沾有小白指纹的水瓶，希望金姐早日捉拿小白归案。可指纹比对的结果让金姐大失所望，小白的指纹和其他上的指纹并不匹配，蒙面人另有其人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金姐紧接着收到了来自英国警方的指纹报告，车上的指纹来自一名退休警察，正是开车撞小白的秃头强。接下来的首要目标就是找到秃头强，他们也真的很快就找到了秃头强的尸体。秃头强已经被枪杀，死在了那辆租来的车里。与此同时，短发姐运用黑客技术，也在一家酒店的监控画面里发现了秃头强和鸟哥的踪迹。小白把枪放回镜子后边，然后跟着短发姐赶到了监控里的酒店，开启和短发姐的通话，然后独自前往2507号房间。鸟哥开门放小白进屋，显然没安好心。在车里待命的短发姐很快就听到小白被电击枪放倒的声音，当时就掏枪上楼，威胁保安打开房门。没想到鸟哥和小白都不见踪影，地面上有一滩血迹，隔间里传来了呼救声。没错，咱们即将开启鸟哥的视角，又要出现一大堆新角色了，大家认真做好笔记。几分钟前，鸟哥正在看边缘悬疑社打发时间，熄灭了烟，说起从前。鸟哥的经历和小白非常相似，因打架斗殴入狱3年，出狱后经表弟介绍当上了议员的保镖。10年前，鸟哥改行去脱衣舞俱乐部干保安，平日里做些打架斗殴、处理尸体之类的脏活，深受托老板的青睐，还和玛利亚有过几次奇异较量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俱乐部里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有一名叫冬梅的脱衣舞娘被人杀害。大家记住这个叫冬梅的，姓不姓马我不知道，反正是个重要角色。玛利亚卷款跑路，不知所踪。当时负责办理此案的正是警察秃头强。10年后，秃头强再次找到鸟哥，让他去寻找玛利亚。至于他为什么要绑架阿莲，暂时还没到揭底的时候，因为小白来了。鸟哥放倒小白，将阿莲锁进隔间，还给某个神秘人打了电话，赶在短发姐破门而入之前，带上5万现金，从安全梯逃出酒店。小白强争着追了出去，短发姐就是阿莲，两人也向着鸟哥逃跑的方向追去，很快赶上了重伤的小白。阿莲陪小白去医院抢救，
短发姐则因为持枪威胁他人被警方带走。另一边，金姐的调查也有了新进展。秃头强开的车是一个叫鸟哥的人从机场租的。秃头强的配枪不翼而飞，很可能是被凶手拿走了。他兜里还有一张酒店收据。金姐赶到收据上的酒店，刚好和送小白的救护车擦肩而过，却没发现特殊犯罪科的西叔等人也在暗中观察和监听他。金姐从警员口中得知2507房间发生了一切。当听到小白的名字时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这里头咋又有小白的事儿？不仅如此，金姐还在酒店楼下发现了短发姐的车。看到车里的调查档案，金姐坚信小白肯定和玛利亚遇害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警方在酒店附近的地下通道里找到了鸟哥的尸体，没错，鸟哥也死了。那5万现金已经不翼而飞，却多了那把秃头强丢失的手枪。金姐理所当然的将这件命案也算到了小白的头上，她立刻领了警员，先把小白控制住。而此时，经过紧急抢救，小白醒了，但没完全醒，还得做一系列检查。期间，阿莲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约他明天11点去隔壁市的人民广场见。这一切都被小白看在眼里，他不再信任阿莲，迫切希望知道一切的真相。好不容易等到两人独处的机会，问题如连珠炮般接二连三。可还没等阿莲回答，二人就被秃头强和鸟哥死于非命的消息打断。阿莲暗叫一声不好，带着小白赶紧开溜，显然又显得和警员擦肩而过，打车逃离了医院。从交通广播中得知了案件进展。一方唱罢一方登场，金姐又将矛头转向了短发姐，将大部分线索都开诚布公。小白委托短发姐调查的2个人，一个可能和阿莲有染，另一个或许就是杀害玛利亚的凶手。与此同时，秃头强案的报告新鲜出炉，现场勘验显示，秃头强的车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说明凶手是秃头强熟悉的人。但到测试结果表明，杀害秃头强和鸟哥的武器都是秃头强自己的配枪，凶手肯定也是同一个人。警方在扳机上找到了半枚指纹，但修复难度极大。侦破稳步进行，西叔和小胡子却突然找上门来，威胁金姐不要继续查下去。可真相近在眼前，金姐岂能放弃？西叔拗不过，只好破例让金姐加入调查，还主动提供了玛利亚的信息。咱们再来看看玛利亚的视角。玛利亚在成为玛利亚之前，是脱衣舞俱乐部的头牌女郎春兰，靠出卖肉体为生。不过为了方便大家记忆，我们还是先叫她玛利亚好了。生活中，玛利亚和闺蜜秋菊相依为命，工作也乐在其中。后来还被俱乐部老板托老板看中，很快从员工升级为老板娘。她的工作是帮托老板招募新人，其中大部分是外国人，甚至有不少未成年人，他们的护照都扣在了托老板手里。玛利亚和托老板的感情日渐升温，还在腹部纹上了托老板的名字，以宣告忠贞。即便托老板因贩毒被判6个月监禁，玛利亚依然不离不弃，帮他打理俱乐部的生意。托老板野心极大，开始为 VIP 客户提供一项全新业务。该业务有2大卖点：第一，客户都戴着面具，保证全程匿名；第二，供他们发现受益的女孩清一色全都是未成年人，客户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。这项服务吸引了大批高官名人，不料托老板透露了服务的全过程，用录像带敲诈这些客户，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和权利。他派出自己的得力干将负责管理，第一任管理叫夏竹，但没干多久就神秘失踪了。这张管理团队形成了秋菊、冬梅和表姐3人小组。突然出现的新名字有点多，咱们画个图好好记一记。脱衣舞俱乐部的老板就是托老板，手底下有不少脱衣舞娘，其中的头牌春兰升级为老板娘，也就是后来的玛利亚。夏竹神秘失踪，秋菊是春兰的闺蜜，也就是那半张照片上的女人。冬梅则是我之前提过的秃头强负责处理的命案受害者，就是他的死揭露了托老板罪恶交易的冰山一角。除了春夏秋冬之外，还有个表姐是托老板敲诈业务的主要负责人。捋清楚人物关系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托老板的生意很快惊动了特殊犯罪科，有当时还不是很稀疏的西叔负责瓦解托老板的内部网络。为了搜集证据，西叔和玛利亚做交易，但玛利亚很快就撕毁协议，告诉托老板他被盯上了，打算一起远走高飞。根据西叔推测，冬梅其实是因为窥见了托老板的录像带，才被托老板残忍杀害。表姐目睹了一切，为了保命偷偷溜走，托老板和玛利亚也就此消失。后来特殊犯罪科找了好多年都没有找到，当时只有倒霉蛋秋菊还留在俱乐部，他把录像带的事告诉了负责此案的秃头强。当然了，以上内容都是西叔的猜测。后来我们知道，玛利亚来到天主教学校，花重金收买了修女，获得了玛利亚的假身份。这俩人已经遇害，凶手的目标可能也是录像带。当务之急是抢先找到另一把钥匙，将录像带交给特殊犯罪科科长，而钥匙可能就在托老板手里，但他现在不知所踪。金姐聪明的脑瓜一转，想到了小白，他和托老板蹲过同一个监狱，在玛利亚死前和他通过电话，还和秃头强、鸟哥都有联系，也许他知道钥匙的下落。事不宜迟，金姐和西叔亲自带队，6门撬锁一气呵成，但屋里却空无一人。小白和阿莲不会蠢到自投罗网，这会儿他们在小白嫂子家，嫂子出门约会，孩子参加派对，家里刚好没人。看到自己家监控里乌泱泱的警察，小白的心顿时凉了半截。他打给嫂子，请她无论看到什么都一定要相信他。
果不其然，嫂子打开电视，铺天盖地都是小白深陷命案的新闻。阿莲打算带着小白继续逃跑，可这回小白不干了，不把事情说清楚，他哪儿都不去。原来案发2天前，家教翘班，小白也忙于工作，所以过来照顾孩子的人其实是阿莲，那通电话也是阿莲打的。小白纯属背锅侠，现在才想知道所有真相。而当阿莲得知了玛利亚的死讯，表情突变，难道他俩是认识的？花开两朵，金姐之前曾联系过秃头强的妻子，让他检查秃头强的私人物品，发现秃头强竟然在调查某件陈年旧案。书房里有个上锁的抽屉，里面正是冬梅案的资料，也曾侧面印证了悉数的猜测。秃头强一直在调查冬梅之死，可奇怪的是，档案中有大量尸检照片，尤其是被人打烂的面部，还特意标注冬梅患有雄激素不敏症。金姐和悉数二脸蒙圈，好在悉数知道谁能提供线索，于是带着金姐找到了一位俱乐部的老客户。老客户这些年来一直和秃头强保持着联系，他向众人解释道，所谓的雄激素不敏症意味着冬梅有 XY 染色体，身体有一部分是男人。当年在夜总会，他和秋菊是配合默契的搭档。说着就翻找起冬梅和秋菊的合影。以上就是西班牙悬疑剧《无罪之罪》前4集的全部内容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